尸体被损毁严重，但躯干部分的切痕是死后造成的，真正的致命伤在这里。人迎穴旁。对，人迎旁是经大脉，这一刀下去，血流如溃堤，有去无回。不愧是医官，下手又准又狠，干净利索。确定是医官所赐？在场不是只有太医署的女医工和这位上师局的内侍吗？这位内侍也曾学过医。伤口在颈部左侧，左深右浅。刀是从右手侧刺入颈部左侧的，不是在死者对面从左侧刺入。裴玉惯用手，也不是左手。难不成死者真的是自杀？也可能是这样。但内侍毕竟是男子，按照身形来说，不太可能形成这样的伤口。如果这内侍跪在地上呢？女工有什么本事，可以让死者乖乖就范？这次现场太过惨烈，本不需太时常来此。和县主一起见多了这种场面，并不会觉得害怕，反而会觉得这些血迹是死者最后留在人间的话，等着我们去解读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我们赶来时，夏13已死，所以并不知道凶案究竟如何发生。此处血迹最为集中，是夏13被抛尸之处。我原本以为是裴玉，不，是阿银，将夏13迷晕之后将其控制，随后在此处进行剖尸。但我在此处也发现了血迹，这里应该是夏13遇害的地方，随后被阿银拖到了光线更好的窗户边上，但我在这里并没有发现拖拽尸体的痕迹。不是这样。死者的致命伤在人迎，刀从此处刺入，会有大量喷溅的血迹，但留在此处的血迹很少，且位置较高。夏13当时应是呈站立姿态，也就是说，是阿银挡在了夏13面前，挡住了一部分血液。夏13在死前已然染病，阿银依旧不是他的对手，二人身上也没有搏斗和冲突的痕迹，夏13也并未中毒。夏13是自杀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我查了从年初到现在的记录，发现两人交集竟有数十次之多。若按照阿银所说，夏13对他怀恨在心，想要复仇，为何入宫3年不仅迟迟没有下手，还频繁见面？可夏13在其他时间也会去宿戒于宫中，他们的交集也可能只是巧合。我统计过，刨除与阿银重合的日子，夏13大多每10天去一次宿戒于宫中，这同他去其他宫中的频率一致。也就是说，夏13在轮班之外，会特意在阿银去给苏婕妤送药那天与同僚调班。这是阿银每次给苏婕妤送去的药方。他们见面的日子并没有规律，夏13是如何提前得知阿银要去送药的？上时局不太能知道太医署的安排，况且大部分时候都是突发状况，不大可能提前知晓。这些日子一定不是随便定的。这药是治疗风湿的。阴雨天，上个月的这几日也是雨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清明、谷雨前后两人交集很频繁，其他有交集的日子，只要去太史局查证天气记录便能确定，想必也都是阴雨天。根本不需要私下联络，老天自会给他们信号。县主，这是做什么？从夏13身上剥下来的衣物，仵作说怕染病，让我赶紧烧了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来替你说。裴玉入宫不是为了报仇，你们二人依旧是朋友。我猜，当年你能随宋怀幽进入太医署，并非谋害裴玉，而是他把机会让给了你。
你性子不受拘束，在慈善堂处处受裴玉照顾，他放心不下你，便也设法入宫，即便是成为内侍，也在所不惜。他护着你，报复那些欺负你的人，杀掉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，而你阻止不了他，就只能帮他遮掩罪行。所有案子的缘起，无非是一个玉字。这活人下葬怨气太重，要用这桃木钉钉住身体。这案子我来查。凶手为何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杀了？有些东西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。你能把看过的东西悉数记住，你来助我一臂之力。幻术，那些人有吞天的本领。15年前，我家中突遭灭门，他们杀了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一个找，总会找到的。县主总是这样影响我。如果我这条命能换来一个真相，便值了。这是我的代价。绕他！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心象生事。那远处是什么呀？孔雀！大理寺与内业局速查此案接旨。这案子我来查。内卫李佩仪，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刀剑杀人总是有些粗鲁。娘子想要优雅的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挂中有乾坤，装神弄鬼。带走。你与我一同查案，能令圣上心安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寻石上火与木下心。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个太史丞有点东西啊。谁都知道你是我的人。无人娘子，大理寺司职顾灵州。忤人那丫头，将来想与顾司职婚配。我是怕你无福消受。怎么可能？没事。好戏已经开锣了。女子谋小，牵扯的不只是他一个人。今天这里这么多戏，哪一场不是他们安排的？那些人有吞天的本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想要遵循规则，寻求公道，最后却发现你站在规则之上。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既然玩，当然要玩大一点才过瘾。过瘾！敢不敢赌一把？跟天赌，跟命赌。看来这次我赌对了。